女嘉宾周女士，25岁，来自杭州，设计师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照片里面控诉的还挺多。对，我跟他2个人相处也2年左右了啊，但是跟他相处的越久，我觉得他这人性格上面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啊。首先是他这个人特别强势，每次咱俩吵架，他就好像是跟我在打仗一样，他一定要把我打败了。你觉得你强势吗？我觉得不是特别准确，反而我是觉得他在一些这个生活中一些小事情上啊，经常容易生气，经常容易发脾气啊。他说你强势，你说他小气呗，就这意思呗。对啊，你们能举个例子我听听吗？就有一次咱俩一起去出去逛街，那到点该吃饭了吧？那结果吃饭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他作为一个北方人，他特别喜欢吃面食。作为一个南方人，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吃面食嘛，但是我还是陪他去了。去了以后，他看我没怎么吃，结果他就把脸给耷拉下来了。他说：“你这人咋那么矫情呢？吃个饭还能吃出那么多事儿来？”不是，其实365天我能挑出吃面的日子，也就是个零头。那我说我想吃面了，他也没否认。咱吃就吃，对吧？你吃到一半，你干嘛一下脸就变了，一副不开心，哎，不愿意吃又不想吃的样子，对吧？吃个面你至于你吃你的吗？他不吃再换一地方吃个其他的不得了吗？有情绪啊，谁对着这样吃饭，你肯定也吃不下去的。还是吃得下去。所以我就说了2句。你是不饿，饿你5天，你看看。我就说了2句，他就不开心了，你知道。那你说我这边稍微有点小情绪，那你作为一个男生，你哄我一下不就得了吗？哎，结果他非但没哄我，还一直在那跟我讲道理，讲到最后，他说如果说一个人他不爱吃面食，他就不是个正常人。是你说的吗？没事，当时是你说的吗？是我说的。那不就这么回事了吗？还怎么回事？但是有原因的，你知道。前段时间有回趟我们老家，我们吃个包子呀、饺子，其实都是家里比较隆重的事情，因为它都是纯手工。那吃完了以后，他那天跟我说起来，他说你在家这几天没吃好，你干嘛每天都给我吃这些东西啊？我觉得我们家人盛情款待，都已经在这样对你了，你回去还跟我这么说，不太好，所以我就当天在吃这个面的时候，我就说了2句，他那边就一对矫情。不就吃点东西吗？就这点事儿都忍不了，你们结婚不打死了？那主持人啊，除了这点事儿，其实还有别的事情。你看他说的话是不是特别强势？你们俩好像都有点。但是啊，在家里面，他这人就是特别懒，只会说不去做。就举个例子吧，就那天我下班差不多10点左右到家，推门一看，哎，家里客厅那边地上大大小小的物件都摆了好多。然后我们2个一起养了一只猫嘛。那猫掉毛掉的整个屋子都是，然后我就进卧室一看，袜子呀、鞋子呀，一只东一只西，到处乱丢。然后我就去厨房一看，哎，吃过晚饭的碗一个个都摊在那儿，乱七八糟的一团，这是咋回事儿？你下班那天也不加班呀，是吧？其实当天回家下班了以后肯定也累，我躺在床上休息一下，玩个手机。本来我也不是说不做，我可能一会儿要去做，我说你放那我一会儿做，但他不愿意。这个时候一直在那边生气，一直在那边说我肯定这边也不是特别愿意。你像平常碗呀、地呀、猫啊，我都在打理，平常这个事情我也在做，但好像我有一次没做，他就能记好久。主持人啊，我跟你讲个特别过分的啊，就那天到后来我实在在那叨叨，他没办法了，他终于起来了。起来之后，你知道他咋干活的吗？他就那一手抱了一个手机，一手拿了一拖把，而且我一看那拖把连水都没有沾湿，你说他在那装模作样给谁看呢？哎呦，我就说当时我其实是希望他别生气。说实话，每次都是这样。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爱情中反而比较是弱势一方。你又要求我干这个事情，我这个时候在床上我又看到一个比较喜欢的视频，我又不想丢在这边的，我自己也希望有我自己的空间。你几点下班？6点多7点这样的呀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姑娘说是晚上10点钟回家，也就是说你从进家到有3个小时的时间，你什么都没干嘛？那天是这样的，我就说这种事情记住了一次，他就会一直拿这个说。主要我觉得他这人就说话啊、做事啊，态度特别有问题。他总是觉得自己特别占理。我听了半天，好像是你们俩都希望要找一个长短和对错。其实每次我在跟他说这个事情，我希望能争个对错的原因是啥？我每次我发现，无论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，最终道歉的都是我，感觉我是弱势一方。那我是弱势了呗。所以我就希望在跟他聊的这个时候，我也能知道，哎，这个事情虽然是你错了，但是我最后给你道歉了。这哪有什么对错呀？爱吃面和不爱吃面有对错吗？收拾早一点，收拾晚一点有错吗？
家里面凌乱和家里面干净有什么错误和正确的标准答案吗？你们俩干嘛呢？谈两连念就干这事儿吗？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觉得他亲还是手机亲？我觉得是手机亲，因为这姑娘每讲一件事儿的时候，都有一个核心道具，就是手机。但是主持人啊，他这人还特别小心眼儿。是这样的啊，就在去年的时候，我跟我闺蜜出去旅游了，她刚好没时间去，那我就跟我闺蜜去了。到那边之后，我就跟她说，带点什么礼物回来给你，补偿一下你的遗憾。她说，宝贝儿，你去那边玩的话，你心里面有我，我就很开心了。你不要给我买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买回来了，咱家也用。你也挺烦的，你看你委屈的，话里话外，我一直是弱势的一方，我一直付出了很多，我也得不到回馈。是这样，我女朋友这边她是希望在杭州，我觉得我未来留在杭州也是没有，我觉得有这个想法的，所以我为她留在杭州的。我觉得是为了这份爱情，我觉得是会有这样一个付出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承受了很多压力。你们俩在哪儿认识的呀？在杭州读大学吗？工作的时候。那不是你在杭州吗？跟人有什么关系？当时算实习，因为每个城市都想生活一下嘛。那在这个时候遇到他了，那我觉得那可能他如果需要在杭州，那我们觉得在这边的话，对啊，那不是你自愿的吗？委屈什么呀？至少我感觉为这个爱情我有付出了一些。哎呀，这小账算的你。主持人啊，他虽然说他愿意为了我留在杭州，但是其实我心里边还是有不安全感的，因为我经常听到他父母就给他打电话，给他介绍他们家那边的工作，他父母其实还挺希望他回老家发展的。那我这心里面就感觉到很不安，很惶恐，再加上他这个性格，让我觉得越来越没法忍受了，所以我对我们俩的之间的这份爱情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很迷茫。想回老家吗？可能在父母这边是有这个期望的，他希望我在这边，那我觉得在这边也能接受。女生，当时你喜欢他是因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他这个人特别开朗，特别活泼啊。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还挺自卑的。你自卑什么呀？可能就是从小的原因吧，家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也不好说。双方父母见过吗？双方父母还没有见过，但是我们都见过双方父母了啊，印象都还不错。印象都还不错，还为吃了7天面在那儿咯叽咯叽的。想结婚吗？想。那么委屈，你受得了吗？受得了，一直也是这样过来的。哎呀，就好像自己在这个爱情当中是一受害者一样。女生刚才有一个词我记得比较清楚，叫这样我觉得不安全。我说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安全？她说觉得这个男生可能要回去，是吧？有考虑过跟他一起回北方吗？暂时还没有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们要结婚的话，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对吧？第一个前提条件是男生要改，第二个条件男生必须得留在杭州，是这意思吧？是。这2个条件任何一个条件不能达成的话，其实这婚也就不结了，对吧？那也不能这么说。不能这么说什么概念呢？为了他，其实还是愿意做出一些改变的。你指的改变是什么呀？就是可能这2条原则，如果说真的适合了，那我还是可以为他放弃的。你会去北方？可能会。那这个有没有什么先决条件啊？他能够让我感觉到有足够的安全感。你这个没有安全感是什么呢？听来听去不就是脾气吗？对。
听起来可能鸡毛蒜皮啊，听得特别零碎。为什么在每一个事件上，在每一个冲突里，两个人都互不相让？杭州人不是不吃面的，杭州人有很多特别知名的面啊，杭州的包子也不错呀。有那么矫情吗？所以你说的那个一年365天，你只吃5天面，你说的多夸张啊！如果你真爱吃面的话，你每天中午都可以吃。你上班的时候不跟他在一起，矫情什么呀？一个男人。哎呀，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孩一直在说男士很强势，其实我倒觉得，男士的强势是很多。吃不惯杭帮菜，但自己家里做嘛。你要是吃不惯杭州菜，你可以自己在家做面食，各吃各的嘛。
其实说白了，你们是为自私和狭隘找一个理由。很多人都喜欢为自己的自私和狭隘找一个理由，就是你特别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特别想找一个理由，或者是谈一种条件，来平复自己内心的感受。无论是你不愿意。我们提供的只不过就是一些观点和角度，最后你们做决定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能继续一起，因为这2年我发现，我确实感觉有点离不开你。虽然生活中有这么多事情，还是怎么样，其实我每一次都更多的是希望你能不要太过生气，我也希望我能做得更好一些，所以我希望未来能尽量少的避免这些问题，我也能尽量的去想站在你的角度去包容，去把这个爱情去做好。我跟你相处也快2年了，然后可能我自己也有些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也能够多包容一些我的缺点，多体谅一下我，然后生活中能够多帮我分担一些事情，然后差不多就这样。来，请亮灯。谢谢2位的分享，谢谢你们，请回吧。警官们，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，请开门。
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来吧，我们见证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今年已经第2个年头了，然后去年过的纪念日。就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也说自己没有那么好，没有那么完美，在哪些事情都做不好，但我觉得不是，在我眼里你是我见过的最善良，做事最认真，然后又能让我最爱、最想为你做很多事情的一个女孩。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，既然已经来到杭州，那我觉得就在这边，我们就在这边，然后一起为这个爱情去努力，一起去包容对方。我觉得未来肯定会很好的，我觉得你应该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继续走下去。好。谢谢你们，请回吧。啊，谢谢主持人嘉宾。谢谢啊。